台湾，葡萄牙人口中的福尔摩沙，在产业先贤投入无数个春与秋的淬炼之下，一座光彩熠熠的东亚细岛就此诞生。红史现，平史生，指的是春天来临之际，万物绽放生机的景色。而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上，派团到 RCA 进行技术移转，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事件。当年半导体业的前辈前往美国 RCA 学习半导体技术之后，联电成立了，也开启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黄金时代。我想现在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源头是交大的半导体实验室，然后在交大培养了一些具有半导体知识的人。然后呢，我们看他这个潘文渊博士看到说这可能是台湾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回到台湾来提议这件事情，然后经过一个过程，很快的得到政府的一个支持。那政府的支持之后呢，就说好，我们要去成立一个这个计划。那成立这个计划呢，他就成立了一个这个专案团队啊。那他那时候是寄生在化工所里面啊。那化工所呢，这个是这个后来的这个工研院的一个所。那这个团队呢成立之后呢，业务量越来越大之后呢，它就变成是电子工业研究所啊，也归置在工研院的体制之内。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到说，工研院是政府的这个提供资源给的一个研发的单位。那在半导体里头呢，是有研究计划，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子部门里头呢开始推动。那个时候我刚刚从美国知道了这个消息，说台湾要发展半导体这个计划，所以我就从美国回来。那个时候的这个计划呢，是由经济部来这个推动的。那当时候的部长是孙运璇先生，他呢听了海外的顾问潘文渊先生的建议就觉得说台湾在那个时代因为都是劳力密集的比较多，或者是轻工业，而且又加上了世界的能源危机所以台湾的经济呢突然间从发展的蛮好的一下子萎缩下来，所以觉得说将来的这个经济呢发展要持续的话，必须要从技术密集上面去着手，所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经过一些这个谈判呢，就跟美国的 RCA 签了约所以我回台湾的时候大概过了2天还3天，这个约就签了。所以也就是说，我回来以前，他们已经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了。所以我回来的工作主要就是筹备这个团队跟这些团队呢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任务。那技术移转的计划呢，不只是说去学说这个技术怎么做，而是学习呢说整个这个生产环境是怎么样那这个将来的这个营运的规划是什么，了解产品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不是单一只是拿一个技术来，而是想去学一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半导体的这个技术的范围之内，产品怎么开发，怎么设计，怎么去制造。当时候的计划的主持人叫做胡定华先生他后来就是电子所的第1任的所长那派到美国去的呢，总领队叫做杨丁元先生那我是负责其中制造的部分那杨先生呢就总领队所以其中有4个队伍呢分在各地。
那他主要就是负责设计的部分，还有整个采购的这个计划的整个的采购，机具的采购啊。那我回来很快的在2个月左右就组织了这个团到美国的 Ohio 州。Ohio 州呢是一个那个地方是一个蛮偏僻的乡下的地方，但是是美国 RCA 的主要的厂，它的 IC 的制造厂主要在那个地方。那这一个团队呢，在 Ohio 州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做所有的制成的制造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去了解他们，同时参加了当时候美国 RCA 公司里面的每天的工作，包括出了什么问题啦，跟他们一起工作啊，甚至于出点子啊，跟他们一起这样子，在那边大概将近1年啊。那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呢，是有的人就调到佛罗里达州去那边也有一个类似的厂，比较新，那就是让所有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的等于是多学一点连别人懂的东西都能够 cover 一点，这样回来的话，这个团队呢就比较不会出错。后来这个团队的人呢，当然都是在台湾推动这个半导体的一个灵魂人物了像我们知道像曾焕成先生就是台积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人物，像刘英达、曹新成后来都是在联电做得相当的不错，邱罗活也是后来变成创投，所以每一个在当年看不出来的这么年轻的人，后来都是成就了不错的这个事业。回来之后大概过了1年，1977年回来，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这个工厂也盖得差不多了，回来就参加了当时候的把机器啊，把什么这些制成的都把它 set up。那因为这个团队的这个成员的他们的底子都很好虽然是没有摸过太多的实作的经验，但是他们在台湾大部分都有研究所的这个学历，在那边学得很快，所以当1977年12月左右，这个工厂开始开工了，第一批出来的这个产品呢，那个良率就超出了那个移转的母公司 RCA 的这个成就。当时他说大概是多少%多少，但是出来成果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信心就大增。那这一批人在电子研究所的示范工厂里面，等于是把这个示范工厂经营得非常的好不过就是一个产业的成功啊，除了会做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其中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卖给谁，有的东西出来要卖给谁，还有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产品，因为我们设计的东西很有限，自己还不太会设计，所以大部分都是用 RCA 转移给我们的这些产品在卖。当时最重要的就是电子表但是要卖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到底没有做过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想法都是，当然是国外做的会比较好，自己做的没什么信心还好呢，那时候有我的大学同学，同班同学叫做祝伟忠他是一个香港侨生，他呢毕业以后在香港做生意，就在卖电子表，那他都必须要跟人家买这个积体电路的这个 IC。我们有一天呢，他来台湾发现说台湾也有在做
做机体电路，就跑来看，问说这个谁在做呢？那我们那个接待的人就跟他讲这是我们的厂长，就是史清泰。他说我知道啊，他是我的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啊。那他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最大的订单就是10万个这样，因为有做的还可以，但是同时又有了一个订单，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这个顺利的运转。所以这个机体电路的示范工厂呢，终于开始走向一个可以经营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应该是早期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个，当然是要做得出来第二个就是要卖得出去。那当然后面的问题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政府并不会希望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东西，而是希望在台湾真正能够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当时就想了很多方案所以每天都是经常在一起讨论，吴定华先生我杨金元先生曹信之先生都一直在讨论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落实这个技术在产业上。当然有2种选择一种就是说，那你就把这个示范工厂卖给民间公司一种就是说，你真正的移转一个民间的公司，那这个实验室继续做研究。当时因为我们台湾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机体电路的公司，所以卖掉有一个可能性的后果，就是除了卖掉这个公司，也不知道能不能将来在市场上面真的去竞争或者是说只有一个公司，是不是它就变成一个国营事业？所以这是第一个，觉得说看起来也许是第2条路会比较好。第2条路就是说，移转了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实验室能够继续看未来的东西，那么支撑说将来的产业如果发展的时候，它比较有这个力量一直往前走。所以后来当然就决定是第2种方式。那就是要找民间来投资。你可以知道在当时候民间最赚钱的东西是什么？赚钱的东西有2样，一个叫做房地产一个呢叫做纺织业。台湾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最大的出口就是纺织业然后本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做得好的就是房地产。所以这些有做房地产的或做纺织业的人都不太敢做这个高科技，因为他们看一看就这个完全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政府呢只好出面用这个各种方式来说服他们来做投资。所以当时就找了几个公司像这个当时除了政府相关的这个投资机构之外，就像找了华新丽华啦、华泰啦，什么有几家都是叫华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说这个华泰多，所以这个就叫联华电子联电是当这个电子所这个接了这个 RCA 的计划，然后在台湾去做示范工厂，然后觉得这个示范工厂做的还不错，有练到一些功夫，然后呢就成立联华电子，然后把这个扩大这个计划变成是真正的生产、真正的销售，变成是一个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公司。因为我们是第1家嘛，所以我们几乎面对所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个股东这个支持当时看政府的面子那这个随时都想下车，或者把它当这个交际费呢这个报销掉那当时的《天下》杂志呢说我们是一个跛脚的不晓得可以活多久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是从外界来看，从我们自己这个经营事业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有很多问题，因为完全没有产业的供应链。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跟我们的供应商讲，你怎么样在这边来供应我们，然后给我们的竞争力啊，这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也很重要，你客户要不要买你的东西？他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一个新的啊，然后是怎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我们冒出一个台湾，然后做得蛮不错的，在国际上慢慢展现竞争力了，所有的人呢都来找我们麻烦啊。那这包含呢在专利上面啊，那甚至有一些比较这个恶劣的公司来讲的话呢，他要在这个专利上面不但找你麻烦，另外呢他去威胁你的客户啊，说如果你去用到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能会对你怎么样啊。这里头我们在里头这个被干扰打的战争啊是无数啊。那每一个战争呢都必须靠我们自己打出来啊。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上面也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不会去侵害别人专利，但是呢，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对手啊，就是这个拿专利来防堵我们的这个出现。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自己这个投入研发，取得了很多很多的专利。当我们取得很多很多的专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跟大的专利公司呢，我们交互授权啊。那也经由这种过程和这个国际官司的这个历程，证明我们自己技术自主的能力。我想这样子啊，这个连半导体啊，这个如果当时没有找到 RCA， 没有成功的移转啊，大概也没今天啊。如果当时联电失败的话呢，也没有今天啊。那联电呢成功了之后呢，给国人很大的信心啊，然后晓得大概看懂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所以有非常多的公司陆陆续续的投入啊。我想这个是联电呢代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另外一个呢，联电零零星星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自己在经营管理上面的所独创的一些东西呢，现在也被业界呢全部都去使用了啊。就像我们4班2轮的啊，就是4班2轮呢，就每天2班12小时，那工作人员上2天班之后就休息2天，那这样子的话呢，变成工厂可以这个全时的开动，不会说因为加班啊还有品质的问题啊影响到。所以这样子呢，提供给我们的交货速度最快，生产量是最大，那这个是这个系统带来的竞争力。那我们做了之后呢，别人就没有选择，他只有跟我们照抄啊，大概只有这样子啊。半导体正在从同质整合摩尔定律走到异质整合，走到社区规划，同质异质共同规划，然后发展的 IC。 摩尔定律它是拿一个 silicon 这种材料，同质性的材料，然后在里面做非常先进的电晶体跟这个连接线，这个现在已经进步到3奈米，台积电率先量产，那未来还要进到2奈米、1奈米，它的困难度越来越困难。所以你看，投资已经到了1兆美元建厂的时代 ，trillion dollar。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未来的要走的路是兆元世代。好，懂得这个以后，那你这样子就像造了一个平房，你的空间也不够。台北市如果都给大家造平房，像一个金园，台北市像个军演，那这个有限，它得到的这个价值也有限，所以我们就要去盖101。这就我在2000年跟 Intel 的研发，台积电的制造，我证明了我可以帮半导体造出大楼高楼。起先当然是造4层的公寓了，现在慢慢可以造10层了，里面还有电梯，电梯也有正式的名字叫 Through Silicon Via TSV， 那是真的像电梯一样信号是上下垂直。以前的半导体一个晶粒，它的信号是水平的，
现在是水平也有，垂直也有，但这个还不够。你问我，异质整合加入了同质整合，它异质整合同质，尤其我最新的理论叫做 Silicon 4.0， 就是异质整合的这个新世代呢，它其实是要造信义计划区，就在一个小小的封装里面或者模组里面，它有不但是 silicon 的材料，甚至 silicon 是造高楼，但是 gallium nitride 就是第三类半导体，它是造平房。RF 它是分开来造，就像现在你看啊，101它除了有它，旁边有它的发电站，比较矮的房子，再往前走有戏院，有这个各种 shopping mall。我们现在人类的半导体就在走这个路，走这个路，我的新理论就是同质摩尔定律跟异质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要一道整合。举例如果你把这一道整合起来的时候，热度很高啊，对不对？不是你做一个再堆起来，不是像打麻将这样他妈堆起来，是它一开始就要有建筑师的概念。你怎么散热呢？你上下的电梯要几座呢？你这个电梯做到101底部，你要把人散出去，你要有这个捷运啊，你没有捷运，全部都闷在地下室啦。那你除了捷运，你还有计程车啊，等等。这个就是人类现在正在做。那 AMD Lisa 苏也是我们 IBM 的学妹，她呢现在就跟美国呢就推出要把 chiplet 小晶粒跟刚才我讲的裸晶还有不同性质的材料给它整合成一个信义计划区，那个就丰富了。这样一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就可以做 AI 了，就可以指令给汽车了，就可以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它用的电能最省最近跟近都到了10奈米、100奈米、3奈米的距离啊。那我们原来把 IC 做在主机板上，它的距离是几公分的，就像你开汽车，你要开到新竹，你花的油钱，跟我如果做成信义计划区，我直接上楼所花的能量，当然是后者比较少嘛。所以这个不是设计师这个也不是制造者这个也不是元件者，这个是建筑师。那建筑师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应用？应用不同就造出不同的厂房，不同的轴承。这个地方就学问太多了。在这集纪录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段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历史，也见证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的轨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产业的发展永远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是要举国投入的事业。希望这部纪录片可以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并且感受到产业前辈们不断的努力跟他们的创造力，同时也期待台湾半导体产业可以持续发展，在未来继续扮演推进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